我的夫君有个已故的白月光，纵使我们成婚17载，并育有3儿1女，我还是时常听到他在睡梦中喊着白月光的名字。但那又怎样？我有钱有闲，儿女懂事孝顺，一个死人而已，争不过我。直到某天，我梦到夫君的白月光竟还没有死，而是被夫君藏在了城南的宅子里。在我的梦里，夫君将白月光接入府中后，家里就意外频出，大儿子意外坠马成为植物人，二儿子喝醉酒跌落湖中身亡，三儿子跌落悬崖尸骨无存，连我最疼爱的小女儿也被人玷污。为保全名节投环自尽，我万念俱灰，不久后也抑郁而终。可就在梦的最后，我却看到夫君竟然满脸喜色将白月光扶为正妻。我被噩梦惊醒，发觉枕头上已被眼泪打湿一大片。夫人，你醒了。佛爷回来了吗？侯爷已托人传话回来，说今晚不回府用膳，让夫人不必等他。我忽然想起了昨晚的梦，梦里魏郎每日有时3刻都会准时去往城南的宅子。文竹，你随我去一趟城南。马车来到城南，我让车夫将马车停在隐蔽的角落，向外望去，果然看到夫君韦朗敲响了宅院的门，一个身姿窈窕的女子亲自来迎接他，两人手挽手进了内院。我恨不能立马冲进去撕烂他们的脸。一想到梦里我4个孩子的惨状，我慢慢平静下来。贸然去拆穿，只会适得其反。等着吧，很快就有好戏看了。3天后，我坐着马车再度来到城南，和梦中一样，我看到数10个身着神龟服饰的神武卫官差正在寻找着什么人。各位官爷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玄武卫李良见过安平侯夫人，神武卫办案，为夫人安全，还请夫人速速离开。我方才见着一身着黑衣，脸上蒙着黑布的男子，不知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我见他逃到前面的宅邸去了。立马去查。大人，在那宅邸院墙上发现了刺客痕迹。我和神武卫一同冲进宅邸时，刺客已经被神武卫抓住。哎呀，你们看，屋里有个女人！孤男寡女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众目睽睽之下，柳芊芊和韦朗还在床上。侯爷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怒火攻心，双眼一翻晕了过去。醒醒！当然我是装的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安平侯的风流云事定会传遍京城。当天夜里，魏朗怒气冲冲闯进我的房间。小兰，你是不是故意将玄武引到那栋宅子里？出头开心吗？神武卫可是皇家专属卫队，我何能指挥得动？侯爷莫要妄言。你还狡辩！我已听说，是你将神武卫引到宅子里。我将刺客的行踪告知神武卫，有何不妥？我身为安平侯夫人，更有高命在身，持君俸禄，若是不为君分忧，才是大过错。再者，我怎知侯爷会在宅邸中与那女子白日荒唐？丢人的事是你做的，你不责怪自己，有什么脸面来指责我？若无其他事，就请侯爷离开吧。我知道他不会走。果不其然，韦朗在院子里徘徊了许久，最终还是回到屋中。先前受了重伤，命悬一线，他需要御医。然后呢？你以你生病的名义请御医来，只要遮住脸，御医不知你是谁，你就当。我堂堂安平侯夫人，一品高命，你让一个刚刚闹出丑闻的外室冒充我？威朗，你是看不起我，还是看不起江家？御医专为皇家和贵族医治，若是御医给你那外室治疗，等于打了皇室贵族的脸。维拉，你不怕担一个欺君之罪，将整个安平侯府葬送吗？我累了，文竹，送侯爷出去。侯爷请。第2日，我用完早餐后，在院子上的消息，韦朗从远处走来，眼眶青黑，胡渣冒出，神色憔悴。我不想理他，转身就走。我要拿揽月楼的香凝姑娘为妾。韦朗的决定在我意料之中。昨天，所有人只看到了柳芊芊的后背，却没看到她的脸。魏郎找蓝月楼那位艳名在外的花魁代替柳芊芊，是最稳妥的办法。芊芊会以我表妹的身份进府，我已打点好关系，御医也给芊芊看过。想要芊芊活命，还需要一根千年人参。我记得你这里有。
千年人参是我的嫁妆，侯爷想拿我的嫁妆救你的外室，脸皮可真是厚的不一般。大不了我兑给你银子。千年人参有市无价，3万两银。侯爷凑齐后再来找我拿人参。韦朗，看在4个孩子的份上，我警告你，柳芊芊不是个安分的主儿，你小心引狼入室，万劫不复。江晚背后教人舌根，这就是你们江家的教养吗？我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文竹，送侯爷。很快就到了长公主的寿宴，不知韦朗用了什么手段，将柳芊芊也塞了进来。在我的梦里，长公主的小孙与文雅郡主落水后，柳芊芊不顾天寒水深跳下湖救人，幸得柳芊芊救人及时，小郡主才幸幸无忧。长公主自此将她视为救命恩人，柳芊芊也借着长空族的庇护为所欲为。可小郡主身边仆人无数，寿宴之地距离长寿谷也很远，怎会无缘无故落水？柳芊芊又怎会及时赶到呢？我正陪着长公主听戏，远处突然传来了喧哗声。看来那边也有热闹，咱们也去瞧瞧。我用帕子包了几块点心，快步跟在长公主身后，努力当好小尾巴。跟着长公主赶到湖边时，已经围了许多人。刚满3岁的小郡主被一个高大俊美的男子抱在怀里，御医正在为小郡主把脉。奴婢该死，奴婢没有照看好郡主，让郡主落入湖中。幸好九皇子救了郡主，奴婢罪该万死，请长公主思罪。来人，将这贱婢拉出去杖毙。此事与奶娘无关。镇国公，事情经过如何？你来说，一字不差，全部说来。郑国公就是我爹，一向以刚正不阿、铁面无私闻名。长公主谁的话都可以不信，但绝不会不信我爹。臣等在湖对岸赏花，看见一女子鬼鬼祟祟地跟在文雅郡主身后，形谋不轨。只是那女子落湖的位置距文雅郡主甚远，文雅郡主已沉入水中，危在旦夕。幸得九皇子及时跳湖救人，文雅郡主才幸免于难。将人带上来。柳芊芊瑟瑟发抖，一张脸惨白，狼狈不堪。刚被带到长公主面前，就瘫软着跪了下来。长公主，婢女冤枉，是小郡主调皮往湖边去，婢女情急之下拉了小郡主一把，没能拉住。长公主，就是他支开了奴婢。既然你想救人，那本宫就让你救个够。来人，将他踹下湖，等快断气再捞上来。没有本宫的命令，不准停。婢女冤枉，长公主饶命！我从手绢里拿出一块糕点，吃得有滋有味。一旁的韦朗还用唇语让我去求情，笑死！我辛辛苦苦等来的这出大戏还没看够呢，求个屁钱！长公主，此事可能有些误会。现在她重伤未愈，怎可能对小郡主下手？当时我们距离很远，也许是看错了，也有可能。还请您高抬贵手，饶她一命。她是你什么人？芊芊，是臣的表妹。你是在说本宫污蔑她？臣只是觉得，只凭一面之词定罪，未免有失偏颇。事情真相已明了，文雅小郡主和九皇子的身体要紧。我不禁给我爹点赞。我爹的话看似平平无奇，却4两拨千斤。事情闹到这份上，真相如何大家心知肚明。但柳芊芊执意不认罪，加上此事又牵扯到了九皇子，恐会牵扯出其他事来。滚！别再让本宫看见他！韦朗连忙谢了恩，带着奄奄一息的柳芊芊离开。人群逐渐散去，远远的，我爹冲我咧嘴一笑。回府的路上，文竹非常惋惜，好可惜，让那个女人捡回一条命。事情都在我意料之中。现在我与韦朗仍是夫妻，江家与安平侯府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真闹大了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不值得。只要柳芊芊和韦朗彻底失去了长公主这个靠山，这便足够了。长公主的寿宴结束后，我前脚回府，韦朗后脚就怒脚找来。这下你满意了？芊芊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你开心了？我开心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你能看着点芊芊，芊芊怎么会乱跑？如果你爹不出来作证，芊芊怎么会被污蔑？小婉，我警告你，若是芊芊有个3长2短，我的巴掌冲冲地落到韦朗脸上。
威朗，在赴宴之前我就曾警告过你，柳芊芊不是个安分的主，你听了吗？你不仅没听，还想方设法将她带入寿宴。别跟我扯什么她迷路，寿宴上人来人往，柳芊芊不可能迷路到长寿湖附近。她做的什么打算？只要不是猪脑子都能看明白。柳芊芊差点酿下大祸，你有什么脸来指责我？李朗被我打懵了，他从未想过我会对他动手。你敢打我？你不怕我休了你？威朗，你听仔细了，我的世界只有丧偶。威朗明知自己理亏，又不肯承认自己错了，趁机发了好大一通火，将我房间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。我也不是个吃亏性子，带着文竹他们直接将威朗的书房砸了个稀巴烂。砸完了，我还放了一把火。威朗匆匆赶来的时候，书房里的孤本字画以及各种文书已经全部被大火吞没，一点不剩。为了你砸我房间，我烧你书房，你回我一份，我还你10份，还有什么花招，你尽管来。接下来日子短暂的平静下来，但我知道这平静不过是风雨欲来的前兆。秋猎即将到来，梦里我的耀儿就是在秋猎时坠马昏迷，变成了植物人。可耀儿极山骑射，若没有人做手脚，定然不会出现坠马这种低级错误。秋猎那天一大早，我就不断差人去打探消息。刚过上午，去打探消息的文兰匆匆赶来。坏了坏了，大公子的马出事了。耀儿呢？耀儿怎么样了？大公子的马突然发疯，数十个侍卫都控制不住，幸好大公子没有乘那匹马，这才没有受伤。我松了一口气。前些天我让文兰去寻了一匹极为罕见的汗血宝马，直到秋猎开始前，我才让人将那匹马给耀儿。耀儿临时换马，才躲过一劫。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害我的耀儿。我一直以为梦里耀儿追马是柳芊芊的手笔，如今仔细一查才知晓，真正对耀儿动手的正是耀儿的亲生父亲威朗。让耀儿来一趟。耀儿来到我房中时，脸色一片惨白，显然是受到了惊吓。跪下，看着耀儿愣了一下，扑通一声跪下来。我对文竹、文兰使了个眼色，让他们将门关好。耀儿，你是不是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人？耀儿谨记您的教诲，从不在外生事。那你可知是什么人害你？耀儿不知。你最近是不是跟你父亲说过什么？还要瞒我吗？耀儿见我动怒，不敢再隐瞒。父亲被后院的女子迷了心，儿子去劝他，想让他与母亲和好。父亲训了儿子一顿。你还不肯说实话，他都要你的命了，你还为他隐瞒什么？我无意间听见了父亲的谈话，知晓了父亲贪墨的事，想劝父亲收手，父亲不愿，便与我产生了一些冲突。原来维朗想要除掉耀儿，是想灭口。耀儿可是他的亲生儿子啊，怎么舍得？想到梦里我4个孩子的惨状，我心里的最后一丝防线被击溃。我知道了，你暂时不要待在侯府，去找你外公吧。耀儿退下去之后，我却愈发觉得事情不对劲。我想起一件事来，砸他书房时发现了一个暗室，书房被烧了个干净，包括那间暗室，但暗室里的东西都在我这里。文竹，将我们在书房暗室里找到的东西搬来。是。我一一翻阅着信件和账本，越翻越精心。威朗竟然探摸了军需物资，他们在运粮车上放满石头，把将士们的御寒棉衣替换成柳丝衣，将精良兵器替换成废铁，将救命药草换成杂草。将士们因物资紧缺，导致前线战事延误。素有战神之称的萧老将军因断了补给，溃不成军。萧家儿郎全部战死沙场。那场战役中死的还有长公主的儿子儿媳。10万萧家军无一人回归，10万萧家军用性命和鲜血保卫住边境和平，京城却有人踩住他们的血肉。难怪韦朗要杀耀儿灭口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罪行，苏九族也不为过。韦朗该死！我回了一趟江家，见了我爹。爹，你想好支持哪位皇子了吗？外儿，这不是你能插手的。九皇子心怀天下，是最适合那个位子的。外儿，你想做什么？我要带着孩子们与韦朗断绝关系。若仅仅是和韦朗和离，只能我独自回归江家。我的孩子们还需要留在安平侯府。安平侯府若被满门抄斩，耀儿他们谁也逃不了。我想要保住4个孩子，也想保住4个孩子的前途。他欺负你了？姐，你可知道萧家军覆灭的真相？雪儿郎，他们不是倒在敌军的刀剑下，他们死在了皇权争夺中。他们是被3皇子害死的，他们是冤死的。婉儿，沈烟，我有证据，
能证明萧家军覆灭是三皇子与韦朗联手做的事。圣上时日无多，是灵皇子中只有三皇子、七皇子、九皇子三人有希望登顶。可三皇子狠辣自私，生性凉薄；七皇子生性懦弱无主见，只有九皇子仁慈但不心软，宽厚但不怯懦。他是最适合的人选。我爹看着我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我爹比谁都清楚，不管是对江家还是对百姓，九皇子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人选。当天夜里，我一夜未述。第二天，我带着那些证据，秘密见了九皇子一面。整整10万大军啊！他们为大齐流干最后一滴血，却要被污蔑成叛军。殿下，把这些证据交给长公主吧。我想，长公主的儿子儿媳也死在那场战役中，长公主比谁都想为他们洗清冤屈。九皇子明白我的意思，通透如长公主。在得到这些证据后，知道如何做才能为儿子儿媳洗刷冤屈。我爹应该找过您了，我与江家全力支持殿下。至于长公主那边，殿下不必担心。殿下将三皇子与韦朗勾结的证据交给长公主即可。侯夫人如此帮我，所求是什么？韦朗勾结三皇子探谋军需物资，延误军情，导致萧家军溃败，此举等同叛国，罪当满门抄斩。可我那4个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不想让4个孩子因为韦朗丧失前途。我想让殿下做证人，证明我和我的4个孩子与韦朗断亲。九皇子在纸上写下了他的承诺，还按了手印。最后他递给我一枚玉佩，这是我的信物，请侯夫人收下。臣妇还想请殿下帮忙调查一下柳芊芊的身份。我总觉得韦朗、柳芊芊、三皇子，我和江家，我们之间好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好，我会尽快给你消息。和九皇子分别后没多久，他就差人送来了信件。原来柳芊芊不姓柳，而是姓方，名轻柔。可方家明明应该在20年前的秋闱舞弊案中被满门抄斩，方轻柔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？当即我便去见了韦朗，我已知晓柳芊芊的真实身份。你想怎么样？签了这份断情书，你我一刀两断，否则我就将柳芊芊的真实身份抖出去。小婉，你敢威胁我？与其相看两厌，倒不如断绝关系。我的孩子跟着我，你与你的芊芊姑娘百年好合。韦朗知道把我逼急了，我真能鱼死网破。他也知晓皇帝快不行了，三皇子运筹帷幄这么多年，你万事俱备，登上皇位是迟早的事儿。他已经忍耐了20年，不需要再忍了。我答应你，但是江湾，我警告你，若芊芊的身份暴露，你和你们江家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放心，我对你们这对狗男女没兴趣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原地锁死。当天夜里，我拿到断亲书后，第一时间就带着孩子们搬走。断亲第2日，韦朗就迫不及待将柳芊芊扶为正妻，百里红妆，排场极大。除了耀儿知道我一直在密谋断亲外，剩下的3个孩子觉得我受了委屈，为我鸣不平，我却毫不在意。我已与韦朗断亲，从此陌路，一个陌生人而已，不必理会。我们该恭喜母亲脱离苦海。没错，这是喜事，大喜的日子，我们该好好庆祝。文竹文兰，上菜。菜肴非常丰盛，孩子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吸引过去，没人再提韦朗的事。天气一天天变冷，我怕冷，每天都躲在屋子里，要么跟丫头们推牌九，要么围炉捧茶。外界的一切风起云涌，看似与我无关，却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某天，九皇子写信邀我一同品尝，我如约到了茶楼，在包厢里见到了正在踱步的九皇子。江夫人，我想让你见一个人。我看到一个人从里屋走出来，待那人走近，我震惊了。你是那个闯进韦朗宅邸刺伤柳芊芊的刺客？对，我调查韦朗的时候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你绝对猜不到。我认认真真地打量着刺客，面生，没见过，我的确猜不到。把面具揭了吧。那刺客背过身去，转回身时，我竟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小七郎，你是萧家第7子，萧可汗。可汗与耀儿相交莫逆，亦敌亦友，两人经常比骑色，比武艺，谁也不服谁。每次耀儿输了，都气得吃不下饭。然而，得知萧可汗战死沙场的消息，耀儿却将自己关了3天3夜，茶饭不思。伯母，是我。七郎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又怎么变成了刺客？萧七郎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幸好龙鳞甲护住了要害，又侥幸落入河中被水冲走，他才捡回一条命。待他艰难回京后，却得到了萧家通敌叛国，被满门抄斩的消息。他想搜集证据为萧家洗清冤屈，却在潜入三皇兄的李王府人
被神武卫当成刺客追捕，一路逃进了那栋宅邸。听到这里，我已全然明白，梦里我没去灼野鸳鸯，萧七郎也没出现过，那么他大概率是被韦朗除掉了。由于我的插手，让萧七郎落到神武卫手里，他反而侥幸活命。活下来的只有你一个吗？除了我，还有2个人，长公主的儿子儿媳，领养世子夫妇也还活着。领养世子断了一条腿，世子妃在世子身边照顾。长公主的儿子儿媳竟然没有战死，可他们的尸骨是长公主亲自认领的，怎么会有错？最后一战时，纵然明知将死，依旧死守城池。我祖父为了保住长公主的血脉，勒令世子夫妇先行离开，誓死不肯。祖父将他们打晕，放在了难民中。我祖父身边的副将和世子妃的父亲换了他们的衣裳，代替他们赴死。我爹知道了吗？还没来得及告知郑国公。是时候出其不意，一鼓作气，今夜三皇子必须死。从茶楼回到家，我单独将耀儿叫进房间里。耀儿，我问你，如果萧七郎还活着，你有没有什么事要跟他一起做？再跟他比一比骑射，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他。如果可能，我还想跟他并肩作战。我递给耀儿一张纸，去吧，他在这个地址等你。娘，七郎还活着。耀儿，你15岁生辰时，我送你的那套龙鳞甲，你赠给了萧七郎。那套龙鳞嫁祸了萧七郎你，今日为娘再送你一套，希望你们2个都能平平安安。江明耀，去跟你的挚友并肩作战吧。娘，孩儿定不负您的期望，孩儿去了。当我看到耀儿穿戴好龙鳞甲，骑着他的宝马，带着他的弓箭武器消失在街角，我的眼泪也已控制不住。天色越来越黑，我命文主将蒲团搬来。我不信佛，不信神，在这一刻，我却想寻求各路神仙保佑。诸天神佛在上，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换耀儿平安归来，换朝堂安宁，国泰民安。窗外夜色终于降临，皇城里的乾坤钟响起1声2声，乾坤钟足足响了9声，代表着95至尊的诞生。不好了，神武卫将李王府包围了！三皇子心中骇然，来不及做准备，门窗就已被踹开，数十个神武卫闯进寝殿，楼起刀落，一刀一个，眨眼间寝宫鲜血横流，尸体遍地。主子，正门已被攻陷，李王府已被包围，我们只能舍弃这里，从明道逃出去了。快撤！我带着3个孩子躲在深深的院落里，却能听到京城内外战鼓连天，厮杀声由近及远，刀剑撞击声、马蹄声此起彼伏，甚至还能听到刀剑刺入身体的嗤嗤声。小女儿笑笑紧紧地搂着我，小小的身体不停颤抖。别怕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卓儿和景儿2个半大少年也紧握着刀剑，挡在我和笑笑身前。我不知该怎么安抚他们。我的父亲，我的哥哥们，我的耀儿都在外面厮杀，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出事，都是我所不能承受的。我将卓儿和景儿也拦过来，会结束的。我们已经齐心齐力拜过诸天神佛，总有一位能听到我们的祈祷。厮杀声持续了一夜，一直到天微微亮，外面才消停下来。夫人，好像结束了，奴婢出去探探。文兰不顾我的劝阻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我懂文兰的打算，若九皇子成功，那皆大欢喜；若九皇子失败，我们必须趁乱逃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敲门声响起，我和孩子们心头一震。我回来了，快开门！文竹松了口气，正要去开门，我却突然心头狂跳。等等，文兰的声音不对劲，我门外的人真是文兰。文兰会直接说九皇子是赢了还是败了，绝不会说出我回来了，快开门这种话。夫人，您带少爷小姐先走，奴婢挡住他们。他们是冲我来的。安顿好3个孩子，我让文竹将门打开。他受了重伤，莫说出声，就连呼吸都不顺畅。喊门的人果然不是文兰。我看向挟持了文兰的几人，几人间很狼狈，正是三皇子韦朗和柳倩倩。江晚，你果然在这里。放了文兰，我当你们的人质。你以为你还有讨价还价的机会？三皇子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我有恃无恐的资本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敢威胁我们？去换。文竹，帮文兰处理好伤口，等我回来。我们等您回家。我被三皇子和韦朗带到城门下，我知道他们是想用我来要挟城墙之上的耀儿。焦可汗、韦明耀，乖乖打开城门，否则本殿让江丸陪葬。韦明耀，你的父亲母亲都在这里，如果你不开城门，我便与你母亲同归于尽。
还记得你出门时我们的谈话吗？你说你要跟萧七郎比试骑射，来吧，你们都把弓箭瞄准我。明耀，若你杀父弑母，你将成为千古罪人，天理不容。为了，别恶心人了。幼儿不姓韦，他姓姜，我的耀儿才不会被你这种阴沟老鼠所威胁。城墙上的耀儿和萧七郎一同举起弓箭，瞄准了我。女子，你疯了！你若敢杀父弑母……魏朗话未说完，我便看到城墙上一支冷箭飞驰而下。娘说的对，我才不会被你威胁。我不杀你，但我可以看着你被杀。七郎，我让你一句，接下来我可不让你拉。哼，说的就跟你曾赢过我一样。这次我不会输。无数弓箭落下时，三皇子想先杀了我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小儿的箭射中了三皇子的手腕，我趁机挣脱三皇子的控制。这还没等我喘口气，一旁的柳芊芊再次持刀挟持住了我。你害我家破人亡，你害我与为郎不得不分离17年，你罪该万死！你家破人亡，是因为你爹犯了大案，是你们罪有应得。为老为了娶我，苦苦哀求了3年，你不去怪他薄情，反倒怪我坏你姻缘。姜文，是我输了，但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死。那还真是抱歉，我虽然养尊处优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在我眼里，你还不如纸巾。我抢过柳芊芊手中长刀，架在了她脖子上。三皇子等人均被生擒，一切尘埃落定。耀儿飞快地从城墙上跑下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我跟前，眼眶通红。娘，我给你们数着了，这次你跟七郎平手。一夜过后，皇城内外已恢复平定，皇帝病重退位，工人们开始清扫阶梯上的血迹，仿佛那些残酷的杀戮从未发生过。九皇子称帝，号文嘉帝。三皇子被逐出皇室，叛战力绝，韦朗罪大恶极，连带柳芊芊一起满门抄斩。萧家冤情终于被洗刷，私校老将军护国公头衔，授一品世袭侯爵。邀七郎为一品常胜将军，另设英雄众，10万阴魂安葬其中，受万民朝拜。韦冷受刑前要求见我一面，我进了天牢，便看到韦朗痛哭流涕，求我救他，可我的内心却毫无波澜。回来，在你对耀儿下手时，就已经没救了。你竟然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跟柳芊芊准备除掉我所有的孩子，就因为当年方家的案子是我爹审的，你们便将仇恨归结到我们姜家，真是可笑。对了，你书房暗室里的东西是我拿给九皇子，你的事也是我一手策划的。你这个毒妇！回廊问战后，我的日子逐渐恢复平静。可没过几天，我娘就拐弯抹角来问我想不想再嫁。被我拒绝后，还让我爹终于厚着脸皮求到了文家弟跟前。姜夫人，这世上好男儿多的是，若你看中哪个，朕可以为你私婚。我觉得陛下挺好的，不知这天下可还有比陛下更好的男子。朕不行，朕与皇后感情深厚，朕不可以。那我便不会再嫁了。我过了大半辈子以夫为天的日子，如今好不容易摆脱。我现在有钱有闲，儿女孝顺，还有陛下您当靠山，这样逍遥的日子不过，何必给自己找罪受？下半辈子，我想换个活法。可能是文家弟见识到了我的决心，他不给我赐婚了，反而赐给我一道金牌。持有这道金牌，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又赐了我超一品高明夫人，4号明珠。我有明珠1颗，9被沉牢关锁，今朝沉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我喜欢明珠夫人这个称号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不是谁的妻，也不属于谁，我就是我。我是趁景光生的明珠，绽放出与众不同的光彩。